我之前告诉过你，要相信司法。我叫洪亮，是管职务犯罪的。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复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政法系统保护伞。申诉是有代价的，除了耗时耗力，一旦失败，减刑会有很大的变数。在爷俩跟他们干到底。王海，走，取药。是。真的要感谢你，就是我们那个131那个事儿，你不是跟张姐会报吗？怪我打你小报告。真是没有。我想说的是真诚的、赤诚的感谢，因为如果你要不跟他说的话，我就陷于被动。正因为张姐提前了解这情况，所以我今天还能站在这儿跟你一块儿去调查。所以说我呀，就是对亚平组长这个敬仰，真是滔滔江水，还必须得吃。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万海突发心脏病，死了。啊？根据海东省委政法委指示，对于万海死亡事件的调查权移交给519专案组，务必查清、查实、从快。现决定马上开展对万海死亡的相关场所进行封锁、勘验，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询问工作。万海身体一直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基础病，但还算稳定。昨天得知儿子万朝被救下之后，情绪有些波动。对了，他跟管教申请了纸笔，说是要写一份情况说明。我们在监视中找到了这份材料，只有一个开头，没有有效信息。当晚是我在值班，听到万海同监室的犯人求救，我第一时间赶到。万海当时捂着胸口，看上去特别痛苦，我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我们给他注射了硝酸甘油，扩张他的冠状动脉血管。但凌晨6点钟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我们马上又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抢救，最后抢救无效。万海收监之后一直在接受长期治疗，我按照药方给他定期开药，一直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过药房？没有，监狱规定了，都是到了时间，我把药物亲自递交给病人手上的。宋代，在房的。组长，护士撂了，是他换了万海的药，直接造成了万海的死亡。哎呀，没办法，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这样，你先过去，等办稳妥了，大友再过去。老师，对不起。我没干好，您多保重身体，我会回来的。小龙，你手里那录音。
您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不是，这东西还是搁我自己手里。 我比较踏实。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经过同志们长期的侦查布控，我们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抓捕行动即将开始，务必做到将以天龙集团和新世界垃圾处理厂为窝点的涉黑分子一网打尽。希望同志们全力以赴，不辱使命。是。 哎，你们谁呀？警察！组长，各组已就位，岗亭已控制，大门口监控已关闭。一组、二组从正面进入，3组负责封锁所有进出口。行动！收到。收到。收到。注意，嫌疑人具有一定危险性，可能持有武器，大家注意安全。 哎哥，大门口信号咋没了呢？老贾，你看一下大门口那个监控咋回事？没画面了。大连哥，线路出现了问题，正维修呢。拿油的啊，别讲这儿任务。检察班，请配合我们工作。 把所有的监控拷贝带回专案组调查。别动！处长不动！别动！老贾，咋回事？你监控咋回事？ 老贾，看一眼。有警察，哥！啊！咱们干了！不要出！他们俩了！你往这派出所走，赶紧！有警察来了！救命啊！救命！救命！警察同志，他们从这个门出去了！ 叫救护车，解救2名人质。发现可疑人员向垃圾回收区逃离。收到，2组立刻支援。无人机监测回收区全部出入口，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汇报。警察，别动！站住！蹲下！不动！别跑！别动！走！ 站住！下来！哥，站
别动！站住！站住！不动！好，起来，跟上。坚持一下，二茶，咱得救了，政府来救咱了。同志们，刚才张放同志向会议报告了检察机关在办理东平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万海案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其背后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问题，这些都有了明显的线索可查。同志们怎么看？这个案子啊，在省里是影响很大的。刚办完就出了矿山事故，现在又发现了不少的问题，鬼怪不小。其中啊，还有刑事犯罪的线索。面对职务犯罪的隐蔽展现，海东省公安厅要与检察同仁无缝对接，对于任何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绝不放过。从办案审理的角度看，现在都是终身负责制，早发现、早处理、早纠正，才不会被动，也是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了。建议抓住不放，一查到底。张放同志的意见。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涉及到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线索，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也要坚决查处。这其中涉及到公安机关负责的刑事犯罪侦查，涉及到了纪委监委负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调查，我们需要协调处理。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昨天接到省检察院的报告，我也感觉到事情很严重，就向省委何志刚书记做了汇报。何书记指示，中央高度重视扫黑除恶的相关工作，更重视18大以来一直紧抓不放队伍作风建设。既然发现了问题，那就要发挥求机制的精神，要敢于碰硬，敢于较真，坚决查得一个水落石出，让人民群众真正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纵观这些问题线索，切入点还是法律监督，也涉及刑事犯罪，那就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为主，检察院、公安厅各抽调一批干警，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涉及到纪委、监察业务的，由我与省纪委沟通，先一并查处，然后移送。海东省委政法委及海东省政法系统对于系统内部的职务犯罪行为坚决惩处，绝不姑息。好。刘川，知道您最近整理特别辛苦。明白。你来是想说不考虑收购了是吧？我能理解。万川矿业本来就是个负资产，现在又出了事故。我不是这意思啊。我今天特意来找您，就是要跟您说，矿我们还是要买的，而且万红那边都谈好了。万川矿业连本带利的负债确实不低，但是我们能够承受。
包括他眼下出了事故，万家没钱赔偿、没法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其实执意要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想为开发区政府、为管委会、为您多分点忧嘛。进。李姐，天龙集团和陈胜龙个人资料都在这儿。我之前听说这个陈胜龙做得很大，但没想到已经做到了东平纳税第2名，开发区纳税第1名。去年呢，他还当选了开发区的政协委员。这个陈胜龙简直就是底层逆袭的传奇。据说他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了，像什么酒吧服务员、保安什么的都干过。他是怎么就做到现在的位置呢？这块倒是个空白，我问了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只知道现在他们主要做房地产和城市改造。咱们东平比较有名的几个楼盘项目，像天龙望月、大都望月，都是他们的代表作。其中最新的这个大都西山，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楼盘品质，那可以说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一点都不重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我是觉得3栋房都不够。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对了，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了。老乔查过天龙集团？是的。什么时候？算时间的话，应该是乔主任出事前不久。嫂子，之前是您把机会给了我们，那正需要我们出力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就这样就撤了呢？你们能这么想，我真的很感激。但对于你们来说是生意，对于我来说是工作，不谈私交，在商言商。你们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嫂子，那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公司未来的规划，打消您这个顾虑。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您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那你说眼下这些亏，吃点那又能算什么？既然这样，那我表个态，你们的新能源项目，我一定全力支持。好，那就谢谢了。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你这万海案一办就是3年，我的区里面一堆烂摊子，人家陈胜龙好不容易答应来我们开发区投资，要说有事儿，那也是我求他办事儿。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天龙集团。陈胜龙要做新能源，万海的矿里发现了铜镍。老乔生前去查过天龙集团，有什么问题吗，李姐？指导小组以前就说过，万海案有问题。张文金开庭第1天喊的就是万海案是冤案。假设万海案真的有问题，会不会是陈胜龙和万海2个团伙之间的利益斗争？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这可不能随便假设啊，李姐。
老婆柳运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了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假设这个逻辑成立了，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像。像吗？445310，万海报告。这早不出这事儿，晚不出这事儿，用我点啥呀？都怪我，超儿之前一直吵吵着要偷财，我使劲劝他，得咋都劝不住。你还能干点啥呀你呀？那超呢？超他自己害怕被抓，事发之后就跑了。跑哪儿去了？能找着吗？能，我正找着呢，我指定能找着大哥。超儿，你别担心，有我呢。哥，这回矿难，咱不是这死了俩人吗？我寻思着，咱要是能主动的多给人家属赔点儿，让他把那个条件书签了，兴许超那就没啥事儿了。你说的简单，钱呢？钱从哪儿来？你要不出这个矿难吧，还好点儿，那矿还能有个人接手。这现在你说出这事儿来，哎呀，那啥，你也别上火。我在这里边我合计了一下，不行的话，你就把我那几个房子你都卖了吧。不用哥，不用，现在有人愿意替咱掏这个钱。谁呀？那天龙集团。哪个天龙集团？我咋不知道呢？就那个陈总。哪个名儿？陈胜龙。谁？陈胜龙。他那个公司在市里很有名，而且陈总也答应了，帮咱付工人的医疗费跟补偿款。哥，我也是实在没办法，这么好的机会，咱还是把矿卖了。哥，万海在这儿呢。万海！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解开不就好了吗？哥，你咋了，哥？你啥时候跟这个陈胜龙搭个上的呀？我没跟他搭个，是管委会那个刘主任带着来的，是他主动找的咱。啥时候的事啊？就前一段时间啊。哪天呢？哪天一两个礼拜前吧。几次啊？总共就一两回。我一直觉得他条件给的还行，跟他唠了唠。那你告诉我啊，这次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吗？因为那杀手是我帮的。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小万总的命就交给老天爷吧。这公安定的性啊，哥，你啥意思啊？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你告诉他们，你不是黑社会，是王宇陷害你的，这是冤案。张文静说的对，我爸不是黑社会。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你不是吗？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立功减刑，什么都不会变。我就按他说的，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合同也是张文京你的。娱乐城保安把人打残的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帮我擦擦屁股。我是黑社会，永远是。被告人万海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这样啊，你告诉那个宇天成，要想弄死我吧，用不着绕这么一大圈子，还判了我10年10个月。那合计3年前他就惦记这事儿了，是吗？这个矿，我卖给谁都行，唯独他不行。你就把我这话，你告诉陈胜龙，让陈胜龙告诉他。哥，你们这中间到底还有啥事我不知道啊？哥，我真扛不住了，哥，扛不住了。你不知道那个陈胜龙手贼黑。他想要的东西，他必须得到手。他啥事都干得出来，咱弄不过他的哥。那新闻发布会刚刚宣布说咱那是安全生产责任室，他扭头就跟我说了，那事儿是他整的，他能把你弄成黑社会给判了。你想他啥事干不出来？在煤矿上发生这样的事，哎呀，我也感到很遗憾。看来我们的治安工作的确还有待提升加强，就做的方方面面很不够。孙队啊，这事儿他不怪你，主要是隔壁矿上的人，那太猖狂了。他们哪是抢钱呢？他们这是要我的命，抢我的矿啊！万老你消消气啊！就你们2家矿的事儿，我一直有听说，但是我说句实话啊，你别不爱听，就是一个巴掌还不响。我也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不是个办法。既然今天我来了，我也是想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就解决掉。咋从根本上？你听我的。这干啥的？哎，于总，来，过来过来。哎，道歉。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他咋来了呢？我知道，你们2家就是这几年争来争去，没少斗。但是话说回来，要说有问题，就是你矿上犯的事儿，不比于总那儿少。你真要追究起来，你对2家都没什么好处。你啥意思呀？他在我矿上杀2人，这事儿你也敢揽？再说我差点让人一枪给崩死了，这事儿我必须死磕到底。那你想不想在东平混了？威胁我呀？我这提醒，我善意提醒。我不信东平没有王法了，我不跟你们谈，都滚犊子！我要告你。他说这事儿要是谈不成，那超儿的命就得看老天爷了。咱不能拿超儿跟他们拼呢，咱得活着，哥。岳东同志，吃个宵夜。姐夫，手机。哦。
领导，行李收拾了吗？你打算订哪天的票过来啊？我有个情况跟领导汇报一下呗。说。就是临时有个差，还得出一下。出完之后跟你会合。洪亮，你给我句准话，你到底能不能来？你要是不能来，我就死了心了；你要是能来，就别一次次的找借口。你咋还急着呢？我这不跟你汇报呢吗？你要不乐意，那我就跟单位把这事儿回了，我不出这个差了，我就直接那个什么，找你去，行吗？这你说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订票。洪亮，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来北京啊？不，我今天晚上哪句话说我不想去北京了？那你一个要脱衣服的人了，为什么还一直不停的接案子啊？你不说我也知道，自打你从东平回来，就从头到尾的没高兴过。你是不是打心里根本就不愿意来北京？你也不愿意脱下这身衣服？你觉得我们大家都在逼你做你不愿意的事儿，所以你觉得心里特别扭、特委屈。来北京的事你根本就没有答应过，那你之前在这儿给我们演什么呢？没有嘛。洪亮，你好好想清楚吧，今后的日子，你到底打算怎么过？完了，把我家领导给惹了，忘汇报了。单位也是的，就非得临时又让我出个差。我呢也是觉得，就是这么多年领导对我都挺照顾的，单位里边，就说那反正临走了，落个好人缘呗。脑子一热就给答应了，答应完了就后悔了。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小敏这，哎呀，反正我把这几天这差出完了，我就到北京跟小敏会合去啊。姐夫，你这都快离职了，怎么老给你派任务？谁说不是呢？就之前吧，能力有限，也没那么重用我，也不知道最近咋，一看走了，哎，可能知道我好了，完就拼命给我来任务。是向群还是张放给你派的任务啊？保密。哎呦，姐夫，这么多年我可没听你跟咱爸说过保密这俩字儿啊。不是因为有一个之前接的案子，我这没办完，延到现在这儿来了，又出点新情况，就必须得没办法。洪亮，哎，那么现在是这个案子需要你呢，还是你需要这个案子？案子是查不完的，可是家呢，只有一个，所以我希望你啊，孰轻孰重，想想清楚。哎呦，姐夫，那确实是一个工作干了10几年，哪能说走就走啊？啊，这样，北京那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啊，就是豆豆嘛，他可能需要适应适应，那也简单，我抽空就把他送北京去啊。我姐更简单了呀，你们俩这么多年了，他就那脾气啊，都老爷子惯的。你呀，抽空跟他道个歉啊，这事儿就了了。别在那边去不去？同志们，在前一段的工作中，我们发现我省东平市办理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冤错嫌疑，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执法司法人员，存在疑似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问题线索。
经检察机关初步调查核实，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定性存疑、证据不清等问题。案件办理期间，出现了检察官死亡、工人失踪、掩盖矿山事故原因等事件，存在严重的刑事犯罪、执法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国家工作人员贪腐渎职等犯罪嫌疑。这样影响恶劣的犯罪案件，全国罕见，必须彻查、根除。经请示省委同意，自今日起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犯罪线索正式展开调查。经上级研究决定，正式成立519专案组。专案组将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海东省检察院指挥协调，海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省公安厅配合。办案组从省检察院、江南市公安局各抽调部分干警组成，以专案组的形式联合办案。今天，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刑侦支队宋彦川支队长带领江南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前来出席会议。我代表省检察院向参战的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在此，我宣布，519专案组由省检察院专委、第11检察部主任孙向群同志任组长，负责专案工作中的指挥协调；省院第1检察部主任郑亚平同志，第11检察部主办检察官，也是3级高级检察官洪亮同志，以及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宋彦川同志任副组长，负责一线的指挥。专案组要尽快查清全部的案件事实，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坚决彻底把违法犯罪人员一网打尽。检察院的同志们要注重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现在，我通报省纪委监委的决定，对于办案中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贿、渎职犯罪线索，交由专案组一并查处。公安的同志们，除了要发挥侦破案件的特长之外，还要重点打击相关的刑事犯罪行为。总而言之，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同志们要不负重托，鼓足干劲，战必胜，攻必克，一举拿下这场攻坚战。祝同志们出师告捷，早日凯旋。伤亡情况仍在核实中。事故发生后，应急、公安、医疗、消防等多部门已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根据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陆续已经有伤员被救援人员抬出。知道吧？涉事矿区是万川矿业。据了解，发生事故前，该矿区本应处于停业状态，其负责人擅自开采，组织工人违规作业。目前事故原因在调查中。婶儿，你觉得我跟这陈总还能撇清关系吗？陈总，不是，哥，你觉得我跟你能撇清关系吗？是他不？我就问你是他不？你敢不承认是他吗？他是不是疯了？他这是杀人，他是犯罪，迟早会牵扯到我们身上。老李，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他不能再插手我们任何事情，所有事情只能听我们的。你能不能说句话？你到底能不能管他？走。
家政、行驶证出示一下。停车！停车！靠边停！别走了。我当时去的是他们的轿车车间，轿车架连着升降梯。当时我把他们的刹车片的螺丝拧下来以后，刹车油滋的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流了我一身。后来越流越多，我不敢多待，我想着赶紧跑啊，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那个刹车油流完了以后，升降梯就唰的一下子掉下去，自由落体，摔个稀巴烂。现在吧，就是不知道这个升降梯是从多高往下开始掉的。小张，你知道他们那个矿到底有多深吗？事故得成啥样？这回得死多少人？我问你话呢，这回得死多少人呢？来一口。人各有命的，千万别犯他心上。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能这么干，不能这么干，非这么干。现在彻底回不去了。回哪去？老实了。哥，我压根就没想回去，这就是我这么做的目的。你想想，发配真停了，江源是不是拿不到矿山了？矿山不就是咱们的吗？可是啊，应该把采造这事是在那儿干。咱们到时候怎么去跟他解释？解释啥呀？老师肯定知道啊，跟他明说呗，看看他这次还选不选江源。报告，接。先生好。坐。你本来就血压高，还那么激动，你激动有用吗？我也不想，这不事儿赶事儿吗？我也侧面打听了一下，你放心，事故原因政府已经在调查了。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吗？就这个事儿，从法律上，他怎么给我儿子定性啊？还不清楚，公安还在查。啊，万海，
聊2句闲篇儿。你的矿是哪年到你手里的？问这干啥呀？好奇。得有个小20年了吧？你的矿上挺热闹的。10几年前，我记得有一起枪击案，打死2人，你应该忘不了吧？最近我发现这个案子判错了。当年开枪的不是那个叫孙义虎的吧？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就这俩货，那个被判的叫大虎，这案子当年那是江红军办的，你要问他去。老乔死了，你知道吗？你这一句那一句的，你想问啥呀？乔振兴死之前，在查131枪击案。我就在隔壁，有啥事找我去。哎，好嘞。行，你们忙吧。哎，哦，哎，你要干啥呀你啊？给咱俩倒杯水你。哎。老杨，这来都来了，你把我工资先发了。没问题。先给他开了吧。这屋里咋还放着炮啊？哥，万海在这儿呢。当年的枪击案，你还知道啥？我啥都不知道啊，我有点头晕。我们矿被封了以后，小万总一直想着要重新开工，可矿管局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你们那个升降梯，是不是之前就出过问题啊？没有啊，我敢保证一直都好好的。没有吗？没有啊，我们定期要进行检修。定期检修？上次是啥时间啊？几月几号？几点？都检修了什么项目？你们那是啥情况？我不知道啊，能说出来吗？事故发生之后，有没有见过万朝？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还着急。朝，你说朝跑哪去了？出这么大事儿，太突然了。最后一次见万朝是什么时候啊？在哪儿？应该是昨天。昨天我俩通电话来着。也怪我，前2天我俩闹点别扭，吵了2句。我约他，他也不来见我，没想到就出这事儿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你说他万一要是再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我咋交代呀？你的意思是说，万朝这2天没在矿上出现是吧？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啥也不知道。我现在就只希望矿上千万别出人命，再出这个人命，我们家就完了，彻底完了。调查期间不允许离开东平，听到没有？好，哪也不去。如果万朝跟你联系了，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啊。好。
同志们，事故发生后，市委紧急召开常委会。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就是要传达常委会的精神，对下一步的工作做出安排。刘云同志，你介绍一下目前的伤亡情况。7名受伤矿工已经脱离危险，6名重伤矿工仍在抢救，有2名矿工在救出时已失去生命体征。事故处置核心是伤病员，后期医疗工作这一块，刘云同志你一定要盯好。好。叶武同志，事故原因确定了吗？根据调查，初步判断是这个矿井的升降灌笼牵引系统出现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导致载人升降梯在作业中出现故障。朵朵那么小啊！对呀，朵朵还是一个小宝宝。哎，喂，你好，张文静律师，我是万超，我需要你帮忙。小万总，我看见新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张律师，你能帮帮我吗？我怎么帮你？这事儿你还是得找当地的相关部门。最知道我爸就是被那帮人冤枉的。我现在正在被东平公安通缉，我怎么可以相信他们？我知道你是个好律师，我好不容易才给你打来这个电话，你得。大妈，给你打听个人，这人你见过吗？没见过。万朝，我帮不了你。我有证据，我有证据。矿山的事故是人为的，有一个警察伪造了现场，掩盖了证据。我有视频，还有3年了，赵律师，他们就是为了抢矿山才把我爸打上黑社会的。你帮我爸，你就被打成黑社会；我帮我爸打进了就要弄死我。你说这个世道还有方法吗？我想救我爸，赵律师，帮帮我。万超，你现在在哪儿？安不安全？我在东平，我被东平警方通缉了，我跑不出去。这样，我给你一个号码，你联系他。大爷，我给你们打听个人，这人见过吗？没见过。大娘，有后门吗？
办错了案子，终身追责呀。记住了，洪亮，比起一个错案带来的长久的社会影响和法律影响，个人犯错的责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洪亮，张主任，小韩，麻烦你出去一下，我跟你们洪老师有话要说。谢谢啊。洪亮，好几天没见了啊。是时候了。咱们马上拟份报告，跟张检申请，成立调查小组。记住啊，不是指导小组，是调查小组。为啥成立调查小组？你少来，没看新闻呢。我说你写。尊敬的张检，鉴于目前东平万川矿业发生重大事故，影响很大。万川事故？洪亮，你真不知道？不是，洪亮，你真没看新闻啊？你回来这段时间都干什么了你？出这么大事儿你都不知道？死伤多少？2死13伤，其中6名重伤。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安全责任事故。他们开新闻发布会一定会说是安全事故，但我不相信，所以咱们必须要找张检，成立调查小组。我要是不把这事儿查得水落石出，我郑亚萍对不起身上这身衣服。来，接着写。关于此次矿难，关于此次矿难，我们需不需要先等东平地面出一个结果，完了咱们再介入？洪亮，咱们之前案件分析、大胆猜测的时候，还记得吗？那我们还能相信他们吗？还要等他们的调查结果吗？来，关于此次矿难，主要我现在去吧，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你看上一把啊，指导小组，我进去是因为举报信，啊，说可能东平干部涉及到职务犯罪，可能东平干部有这种保护伞。我现在去那尴尬呀。洪亮，东平发生的这些事儿，别人不知道，你我不知道吗？指导小组被迫解散，包括现在矿难，你能说东平不存在职务犯罪，不存在保护伞吗？来，接着写。关于此次矿难，关于我孩子，咋跑这儿来了？我说是。你嫂子昨天晚上跟我念了一宿，说关于孩子上学这事儿，说你洪亮，你当爹你不着急呀？洪亮，你这身衣服脱了吗？没有。那请你对得起这身衣服。身体不允许。我最近你说也不知道咋的，这一宿睡不着觉，盗汗。你什么意思呀？咱们离开东平之前你怎么说的？啊？只要东平的事情能翻过来，不论你穿没穿这件衣服，天涯海角随叫随到，这话是你说的吧？啊？现在不承认了，不想承认了，还是不敢承认呢？洪亮，死人了，啊？东平死人了，万川矿业。我万川我去不了。你为什么去不了？万川矿业谁控制呢？万海，对吧？你甭管万海判了还是蹲了，但他也是万川矿业实际控制人，所以这个矿你出什么事儿，现在都有可能跟万海案有牵扯。万海铁案，你等等，
铁案。洪亮，这2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万海案是铁案是吧？行，洪亮，看来我对你的最初印象是对的，我从来就没有看错过。你怂，你是真怂。我瞧不起你。我还是得谢谢你啊！之前在东平的案件分析，你行，我谢谢你。